参加厨神大赛，我和徒弟意外被困火海。师傅，救命！啊！快走！师傅，小心背后！30斤粗粮给你，陆小果我们带走了。慢着，这是30斤精细白面。小果救过我的命，我把他赎了。谁带走他都行，反正别留我家里。大旱天没余粮，多个人就多张嘴，赶紧滚！别哭了，你以前救过我的命，要是实在没地方去，就跟我回家吧。以前你是个能干活的壮劳力，现在瘸了，还带个拖油瓶回来抢饭吃。沈家不养着了，赶紧滚！连城是为家里找吃的才摔断腿，你们赶他走还是人吗？呸！你个30斤粮食换来的便宜媳妇儿，也敢在沈家撒野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滚开！沈家还有间破老屋能住，我们走。我居然穿越了！这里是大清朝南方的清河村。大旱3年，田地颗粒无收，人人都在饥荒里苦熬。原主也叫陆小果，已经7天没吃饭了。小果，喝粥了。这是我那便宜夫君沈连成，断了腿还被赶出家门，家里早没粮了。这精细白米哪来的？我把书和笔墨都卖了，换了10斤白米，够给你养身子了。这傻书生，为了救我，连前途都不要了。有我陆小果在，绝不让你卖书求活。这日子我来扛。小果，我现在就出去找吃的。当心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。我去深山里看看。深山里都是毒蛇野兽，去了就是送死。小果，你别去。别担心，我一定平安回来。给那瘸子治腿的500文，就拿你来抵债了。哎呦，我的屁股！拿我抵债？弟妹别冲动，大嫂开玩笑的，我错了。滚！再敢上门闹事，下次劈的就是你们的脖子！小贱人上山了，趁沈连成落单，我们去把他玉佩抢了。这是空间，还有灵泉。这泉水看着就不一般。好甜，这还是刚才那个又酸又涩的野梨吗？不晕了，也不热了，连力气都回来了。这灵泉水真神奇。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灵田了，灵田配灵泉，我陆小果在古代不会被饿肚子了。出去！真的出来了，原来只要默念就能随意进出空间。
谁在那儿？给老娘滚出来！这灵泉水的吸引力竟这么大，连毒蛇都抢着吃。灵泉水不但能救命，还能引来猎物。以后进山不愁没猎物了。来吧，来吧，自己送上门来，省得我费力气追。抓到你了！蛇羹有了，野味也送上门了。沈良成，这回你可有口福了。真是老天开眼，竟让我碰上这等好东西。死瘸子，快交出玉佩，不然老子废了你另一条腿！休想！跟他废什么话，直接送！敢动我男人，今天老娘废了你们！救命啊！陆小果要谋害哥嫂啊！毒妇，你敢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，我要把你扭送监官，进猪笼！把这毒妇绑了，连城的废物一起扔出村为狼！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跟谁拼命！你大儿子大儿媳妇白日入室抢劫伤人，按大兴律法，当赐字流放，打死也是活该。怎么，你们想包庇？放屁！我儿子是来拿回沈家东西的。他个断腿扫把星，把村子刻得大汗无聊，不配戴那玉佩。老钱婆，闭上你的脏嘴！连城为了赎我借遍外债，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能嫁给他，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谁再敢侮辱连城，犹如此时！这陆小果以前瞧着软弱，没成想这么刚烈。哎呦，大旱天乡亲们都在挨饿，你倒弄回一筐野味。乡里乡亲的，你总不能自个儿吃肉，看着大家饿死吧？还不赶紧拿出来分给大家救命！这些野味是我刚从深山抓回来的，谁眼馋就自己去抓。你们沈家不是有能耐吗？怎么大旱天全家饿得像狗，连个野兔毛都没见过？连城看病欠的500文药钱，用这些野味抵债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和沈家彻底分家，两不相欠。凭这点东西想分家，做梦！沈连城根本不是我们沈家的骨肉，他是20年前老太爷在大雪天捡回来的野种，身上只有一块破玉佩。想分家？行，拿100两银子来换，否则绝不给户籍。拿不出100两银子，好啊，今天就把你带走抵债。住手！
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我妻子一根汗毛。连城，既然你不是沈家血脉，若再拿不出这100两银子，便将你们2人驱逐出村。空间里有灵泉，还有那2株野生人参，拿出100两白银根本不是问题。好，就100两白银，给钱可以，但必须立字据断亲，从此沈连城与沈家两清，生死不相干，沈家不得再来纠缠。以1个月为限，1个月后，我陆小果双手奉上100两白银。族长既然在场，那就请您当场撰写分家断亲契约，双方签字画押。哼，这贱蹄子疯了，荒年里连100文都难凑，更别说100两，真是自寻死路。1个月后，一手交钱，一手拿文书。100两白银，我会一文不少的交给你们。但沈大山王氏现在必须自扇3个耳光给连城赔罪，否则我现在就去告官，看县太爷怎么判你们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打！不打谁也别想走。连城，是我不对。连城，我们错了。声音太小，我听不见。1个月后交不上钱，有你们好受的。趁热，把这汤全喝了，连肉带汤，一滴都不许剩。连城，我要帮你接骨，会很痛，你必须忍住。来，你别这么看着我。小果，行了，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养伤，你好好躺着休息。真是的，看人做什么看得那么认真。这可是救命的东西，可不能浪费了。一株给连城补身子，另一株拿去卖钱，还清沈家的债。当家的，轻点，别吵醒他们。只要摸走沈连龙的玉佩当了，能换几十斤精细粮。今晚老子非把玉佩和野味全弄到手！啊，我的脚！当家的，大半夜来送死，看来那3个巴掌没把你们打醒。陆小果，快给我解开，不然弄死你！弄死我！哦，祖宗，我错了，别踩了！弟妹，是我们鬼迷心窍，放过我们吧！放过你们？这可是引蜂蜜，后山的毒蜂最喜欢这味道。毒蜂，你真恶毒！救命！毒蜂来了！小果，我的腿能动了。我陆小果说能治好你，就绝不食言。乖乖躺着静养，敢乱动让骨头错位，我可不饶你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你进城千万当心。知道了，放心。去，哪儿来的叫花子？要饭去后巷。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是来卖药材的。切，一根年分不足的破林下身，看你可怜，2两银子收了。2两，100年锦品野山参当萝卜收。既然是黑店，我不卖了。站住！来人，
这奸夫偷了镇店之宝想跑，给我拿下！想明抢，真是活腻了！住手！光天化日成何体统？大掌柜，这叫花子拿破草根讹钱，还敢撒野？炉头长，铁线纹，珍珠点，这是百年难遇的极品纯野山参，无价之宝。什么？百年极品？瞎了狗眼！敢对贵客无礼，立刻给我滚出回春堂！姑娘见谅，地下人有眼无珠，这株人参老朽愿出天价收购。天价？那是多少？姑娘，这百年野山参是极品，老朽出100两白银，如何？欺负我不懂行，这等古品容参，京城贵人1000两也砸得出来。回春堂若没诚意，我去对接济世堂问问。姑奶奶留步，350两，这是小店极限了，全当交个朋友，以后有好药还来咱们这儿。成交。掌柜的，上好的精白面和细大米各称50斤。小娘子，这斤两得好几两银子。废话少说，称重。好嘞，马上给您装好。老板，半扇排骨10斤五花肉，那2副猪下水也装上。小娘子真是个痛快人，猪下水当天头送您了。拿2身成年男子的细棉布衣裳，要月白色的，再拿2身我可以穿的衣裳。好嘞，客官。上好的宣纸和灰墨来一套。搞定，沈连成，我带好东西回来投喂你了。连成，我给你买了上好的宣纸和灰墨，以后你尽管安心读书写字。这得花多少银子？放心，精品野山参卖了个好价钱，你只管安心养腿读书，等着我给你做顿好的补补身子。是猪肉和白米饭香，他们哪儿来的钱吃这种神仙饭菜？陆小果，你个贱妇，竟敢偷老娘的提己钱买肉！赶紧把肉端出来，不然老娘扒了你的皮！小果，我娘她……坐着别动，我倒看谁敢扒我的皮！算你识相，把肉，我帮你洗洗你那喷粪的嘴。连城，外头野狗赶跑了，来，咱们吃肉。别怕，连城，试着把重心放在右腿上，慢慢往前走。小果，我走起来了，我真的能自己走路了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要瘫在床上，当一个废人。小果，谢谢你。我陆小果的夫君怎么可能是个废人？你以后不仅要正常走路，还要继续读书，考取功名呢。老李头，快掐我一把！我是不是大白天见鬼了？那是沈家老三，大夫不是说他腿骨碎成渣了，怎么站起来了？简直脱胎换骨！难不成陆小果给他吃了仙丹妙药？什么？那个小畜生的腿好了？千真万确，王大婶亲眼看见的。听说他们顿顿吃白米饭、红烧肉，估计就这么把身体养好了。糊涂！早知道他腿能治好，咱们就不该把他们分出去。爹，他腿既然好了，就是个壮劳力。县里马上要强征壮兵去修城墙，那可是九死一生的苦差事。我是长子，绝不能去。我的儿，你当然不能去。娘，趁族长还没把分家文书上报县衙备案，咱们去把契约撕了。就说是陆小果蛊惑的，做不得数。灵泉水晶能滋养土地，让空间升级。这生长速度，外界1天，这里起码相当于10天。有这么逆天的黑土地和灵泉水，绝不能浪费。把这些药材和蔬菜种下去，再用灵泉水灌溉，就能大丰收了。
长出来的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药膳食材，到时候肯定能大赚一笔。大半夜还看书，仔细熬坏眼睛。快喝了。小果，今天白天我在院子里走路，被村里人看到了。看到就看到呗，腿好了难不成还藏着？你不懂我爹娘和大哥。县衙马上强征壮兵修城墙，那是九死一生的苦差，大哥绝不会去。如今我腿好了，他们定会想方设法毁了分家文书，抓我回去顶差。他们敢？分家文书白纸黑字的，敢抢人，我来一个打一个。小果，我知道你能护住家，可我是一个男人。以前我瘫在床上，只能看你被欺负，为家拼命。但现在我的腿好了，小果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好好温书。明年春闱，我定要考取功名。我要让你做官太太，为你挣一副凤冠霞帔。到那时，看十里八乡谁还敢欺负你半分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八抬大轿，让我风风光光的做一回官太太。三爷饶命啊！沈大山，欠长乐坊50两银子的期限到了，拿不出钱，按规矩留下一双手。别看我的手，三爷，我有宝贝，还能给您弄个绝色美人抵债。就你这穷酸样，能认识什么绝色美人？敢拿老子开涮，老子饶不了你。借我10个胆子也不敢骗您。是我那三弟妹陆小果，她最近水灵的像剥壳鸡蛋，绝对比万花楼头牌还招人。而且她手里肯定有价值连城的宝贝。最近他们顿顿吃精米红烧肉，还说能拿出100两。三爷跟我走一趟，人归您，宝贝儿也归您，只要免了我的债。好，老子就跟你走一趟。要做就做绝，你让刀疤三把陆小果直接迈进县城青楼。娘，这招太高了。沈连城不是腿好了想考举人吗？朝廷明文规定，妻子若入贱籍进青楼，丈夫连科考资格都会被剥夺。对，只要陆小果进了青楼，老三这辈子就别想翻身了。沈大山这头蠢猪，还真来使坏了。小果儿，连城身子大好了吧？身子是好了，可家里100两的饥荒快到期了。明早我得去趟后山断头崖，听说那有极品灵芝，采到就有指望还债了。断头崖去不得，那地方偏僻的连个鬼影都没有。不怕，越偏僻，好药材越多。明天日头一出，我就一个人进山。小果，你疯了！断头崖你竟敢一个人去？我在院子里都听见了。急什么？我那是故意说给外人听的。外人？村里来了带煞气的生面孔，8成是沈大山搞的鬼。他们在村里不敢明着绑人，我给他们来个请君入瓮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刚能扔掉拐杖，去了也是添乱。放心，我敢去就有把握让他们有去无回。好，我不拦你。但我能做什么？我绝不能让你孤军奋战。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交给我了。三爷，这娘们怎么走得这么快？属兔子的吧？少废话，过了密林就动手。
沈大山没撒谎，这小娘皮背影就勾人。等会儿绑了，先乐呵乐呵。人呢？刚才还在那儿的，见鬼了吗了？闭嘴！大白天哪有的鬼？分头找！救命！三爷救命！装神弄鬼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我的棍子呢？喂，你是在找我吗？姑奶奶饶命！说，是不是沈大山让你来的？是沈大山，他欠赌方50两，说你长得水灵，身上有宝贝，让我们绑你卖去抵债呀。姑奶奶，我全招了，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放了你可以，不过我受了惊吓，这精神损失费得给点吧，才30两，真是个穷鬼。姑奶奶，这是我全部家当。滚！回去告诉沈大山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等等，姑奶奶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沈大山骗你说我有宝贝，不过是想借刀杀人。但我可听说沈家老太爷留下一笔银子，就藏在沈家正房的炕洞里。姑奶奶，此话当真？哼，我骗你一个手下败将做什么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欠你的，你找谁要去？沈大山，你个王八羔子，敢拿老子当枪使！姑奶奶，您歇着，我这就去扒了那孙子的皮。哎，三爷，事情办妥了，给我往死里打！敢拿老子开涮！哎呦，别打了，三爷饶命啊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杀人了，没王法了，快住手啊！你欠我50两，今天连本带利得还80两。给我进去搜，砸开正房的炕洞。不行啊，那里面没钱。滚开！三爷，找着了，这老东西藏得可真深，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锭子。哎，少说也有100多两。好你个沈大山，有钱不还，敢耍老子！这钱就算抵债了，咱们撤。我的棺材本啊，我的养老钱呐，作孽呀！好你个小提人，等30天期限一到，拿不出100两，我非把你千刀万剐！肯定是陆小果那个丧门星捣的鬼。大掌柜，您快趁热尝尝。陆姑娘，你这汤里加了什么好东西？老朽行医多年，竟闻不出这药香来历。不过是些山上采的野山菌，配上我独家秘制的汤底罢了。我自然不会说，这是用空间灵泉浇灌的极品紫灵芝和空间野山鸡炖成。神了，真是神了！陆姑娘，你这哪里是鸡汤，简直是仙丹，喝一口胸不闷了，也不咳了。大掌柜过誉了，我今日来是想问您，这县城里哪家酒楼的东家最识货？对街百味楼的前东家是我老友，正愁没镇店招牌菜，你这药膳若供给他，绝对轰动县城。老哥哥，你火急火燎叫我来，可是有什么宝贝？你尝尝这个，这藤人间极品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这位小娘子，你这药膳配方，我百味冷买了，你开个价。不卖配方。
换个合作方式。第一，核心药材由我独家供应；第二，我要药膳在百味楼计利润的30%做分红，且每月保底不低于50两白银。50两？嘿，你这胃口也太大了！这药膳能强身健体，达官贵人最不缺银子。您若觉得亏，我这就去对接醉仙楼问问。哎，别走，50两就50两，这生意我百味楼接了，咱们现在就立字据。有了这笔稳定进项，我和沈连成可以搬进县城生活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书院的瘸子书生沈连成吗？腿竟然好了，听说你现在靠个乡下村妇养活，这软饭吃得可香。匪兄有空在这里逞口舌之快，不如多读几本书。听闻匪兄上个月的岁考又是倒数第一。你一个吃软饭的废人狂什么？有本事咱们就以近日北方大旱为题，当场作诗一首。你若是做不出，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。赤地千里土生烟，烈日如炉烤长天。安得干云苏万物，莫教苍生叹途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莫教苍生叹途穷，心怀天下悲天悯人。好诗，好气魄。山长，连城啊，你这腿好了，心性也更加沉稳了。老夫今日便破例收你为关门弟子，你可愿意？学生拜见恩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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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沈连成、陆小果，你们这对丧门星，给我滚出来！30天到了，100两银子呢？怎么没钱？那就把陆小果交出来抵那100两。放肆！谁敢动我娘子一根头发，我沈连成今日便与他拼命！连成啊，你既然不是沈家血脉，沈家养你这么大，你理应报恩。如今拿不出钱，就是你的不对。若再执迷不悟，老朽便将你们2人逐出清河村。族长说的对。不给钱就把人赶出村。100两，沈老太婆，你可接稳了，别闪了你的老腰。10两一个的官银，整整10个，100两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一个乡下村妇，哪里偷来的这么多钱？偷？我陆小果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这钱是我卖药材、做生意清清白白赚来的。老天爷，一个月赚100两，小果这是遇到财神爷了吧？连城这媳妇儿是个有大本事的啊！银子已经在这儿了，族长，断亲书呢？拿出来吧。白纸黑字官印为证，从此我们2家再无瓜葛。等等，100两只是买断血缘的钱。连城啊，娘好歹养了你10几年，这抚养之恩，你总得再给个500两吧？就是，你们现在这么有钱，随便漏点也够我们花了。这断亲书咱们不认。想撕毁文书，想要钱。这是赌坊刀疤三亲手画押的欠条和供词。沈大山欠赌坊50两，还指使刀疤三来绑架我抵债。这事儿要是捅到县衙，你们猜是要流放，还是要杀头？爹，别撕了，再不走命都没了。
沈家的债已了，可以放心的和沈连城搬去县城生活了。小果，这些旧家具就别带了吧。那可不行，这都是咱们同甘共苦的见证。不过相公说的对，去了城里，咱们什么都换新的。好，都听娘子的。陆姑娘、沈公子，你们可算来了。这东街正好有一处2进的小院要盘出去，前头临街是一个宽敞的铺面，后头是个清幽的院子，最适合你们不过了。大掌柜，这地方真不错，要多少银子？原主急着回乡，要价100两，老朽出面80两便可拿下。成交。相公，这书房还满意吗？小果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我沈连城对天发誓，此生定不负你，定要让你做这世上最幸福的人。那我可等着了。开业大吉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清热解暑的独家药膳粥喽！掌柜的，你这粥怎么卖？1两银子1碗。多少？1两银子？你明明可以直接抢，居然还送我1碗粥！哟，小娘子，想钱想疯了吧？1碗破绿豆粥卖1两银子，你当这县城里的人都是傻子不成？我看你这铺子，撑不过3天就得关门。王掌柜还是操心自己酒楼的生意吧，别到时候连我这破粥铺都比不上。哼！热死老夫了！小丫头，你这招牌上写着能治苦夏，快给老夫来1碗！只要能让老夫吃得下东西，银子不是问题。神了，真是神了！老夫这半个月来吃什么吐吐，今日这1碗粥下肚，犹如久旱逢甘霖呐！小丫头，再给老佛来3碗，我要带回去给夫人尝尝。不用找了，全当赏你的。多谢捧场。嘿嘿。给我来1碗林员外喝的那种粥，我要2碗！1两银子算什么？本少爷有的是钱。岂有此理！一个黄毛丫头，竟敢抢我醉仙楼的生意！去，找个人混进那丫头的后厨，给她加点好料。
二狗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，东家，我没干什么，我就是看看火候。巴豆粉，剂量大的能让人拉到虚脱。说，谁指使你来的？没人指使。不说是吧？各位客官，停一停！今日有人买偷我店里的伙计，企图在药膳里下巴豆，毁我药膳坊名声。王掌柜，这二狗可是你醉仙楼前几天刚辞退的伙计，你敢说这事跟你没关系？你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血口喷人？去衙门说吧。王掌柜，有人举报你恶意投毒，扰乱市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招，我什么都招。赵管家，咱们已经在江南一带巡了3个月了，这小县城里能有小世子的下落吗？20年了，国公爷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。当年夫人遭逢大难，被迫将襁褓中的小世子藏匿于风雪之中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咱们也不能放弃。像，太像了！那眉眼，那气度，简直跟国公爷年轻时一模一样。还有他腰间那块玉佩，那是夫人当年亲手给小世子戴上的云纹半月佩呀！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呐！管家，要不要属下现在就去将这位公子请过来？不可莽撞！国公府如今暗流涌动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世子之位。在确认身份之前，绝不能打草惊蛇，立刻派人去查清这位公子的底细。禀管家，查清楚了，此人名叫沈连成，乃是清河村沈家农户之子。但据村里老人说，他并非沈家亲生，而是20年前沈老爷子在大雪天从山脚下捡回来的弃婴。大雪天，弃婴，错不了，绝对错不了。他就是我们镇国公府苦寻了20年的世子爷。老天爷不开眼呐！大家快来看看这个丧尽天良的不孝子啊！连城啊，娘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，你如今在城里住大院子，开大铺子，日进斗金，却让你爹娘在乡下吃糠咽菜呀！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！沈老太婆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还真是见长啊！当初在村里，是谁非要逼着相公拿100两银子，拿不出就要用我抵债的？你胡说八道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他沈连成就是我沈家的人，他的钱就是沈家的钱。今天你们要是不拿出1000两银子来孝敬二老，我们就不走了。
还要去县衙告你忤逆！忤逆！好啊，既然你们非要闹，那咱们就去县衙，让县令大人好好评评理。堂下何人喧哗？青天大老爷呀！民妇要告儿子沈连成忤逆不孝，赚了金山银山，却不管父母死活呀！哦，沈连成，你可有话说？大人，民妇有物证呈上，这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还有沈氏族长和沈父按下的血手印。大人，这不仅是一份断亲书，上面更是写明了，沈连成根本不是沈家亲生，而是20年前沈老太爷从雪地里捡回来的弃婴。我们已经用100两白银彻底买断了抚养之恩。大胆刁民，既收了银两，签了断亲书，竟还敢来公堂诬告生事，真当本官的衙门是你们撒野的地方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都是草民一时糊涂。来人，将这刁年沈大山重责20大板，沈氏一门即日起永远逐出县城，若敢再犯，严惩不贷。啊，好痛！娘，救命啊！相公，在想什么？小果，我只是觉得压在心头20年的那块石头，终于彻底粉碎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有你。那相公可要好好读书，我可是等着当官太太的。3日做的愿事，定不负娘子所望。这鬼天气，校舍里又闷又热，往年不知有多少学子在考场里热晕过去。连成啦，你这身子骨虽然大好了，但也要当心呐。多谢大掌柜挂心，连成受得住。大掌柜放心吧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特制的薄荷人参酥和清心凝神饮。这糕点是用百年野山参的参须和薄荷叶捣碎，和着面粉烤制的，既能饱腹又能提神醒脑。这竹筒里是加了甘草的独家秘饮，哪怕在烤场里放上3天也不会馊。喝一口，保准暑气全消。有娘子这般费心筹谋，为夫若是考不中，岂不是无颜见江东父老？少贫嘴，明天给我好好考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书院的沈大才子吗？你最近风头挺盛啊。不过这考场可不是靠女人卖笑就能混过去的地方。肥兄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多背2篇文集，免得这次又名落孙山。咱们走着瞧。慢着，这位差大哥，我看你手抖得厉害，莫不是中暑了？你胡说什么？赶紧放手，别妨碍公务。为了避嫌，也为了证明在下的清白，这考篮还是我自己当众倒出来查验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人明鉴，学生自入场起，双手便未曾碰过考篮。这张字条是刚才这位差大哥不小心掉进去的。大人饶命，不关小人的事儿啊！是斐恒公子，是他给了小人50两银子，让小人栽赃沈连成的。拿下！科考重地，竟敢行贿舞弊，陷害同窗，革去斐恒生源资格，终生不得参考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
不！捷报！捷报！恭喜沈老爷，贺喜沈老爷！院士高中拔得头筹，高中按手，按手第1名啊！我的天，咱们县城多少年没出过按手了？诸位，沈某能有今日，能站在这里，全赖我爱妻陆小果不离不弃，鼎力扶持。唯有他，沈某或许早已是一具枯骨。娘子，受为夫一拜。你们找谁？世子爷，老奴终于找到您了。这位老伯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在下沈连城，乃是一介农家子。错不了，绝对错不了。世子请看，这是国公爷的亲笔信，还有当年夫人留下的信物图谱。您腰间的那块半月形羊脂玉佩，正是镇国公府嫡长子的身份象征啊。20年前，国公爷遭政敌暗算，夫人带着襁褓中的您在风雪中突围，为了保住您，无奈将你藏在清河村附近的山脚下。国公爷找了您整整20年呐！世子爷，既然您身份已经查明，便该即刻随老奴回京认祖归宗。至于这位乡下来的姑娘，国公府规矩森严，不如多给她些银两，让她在乡下做个富家翁吧。住口！赵管家，你听好，没有小果，我沈连城早就是个死人了。无论我是乡野村夫，还是国公府世子，陆小果都是我沈连城此生唯一的正妻。若国公府容不下他，这世子我不当也罢。老奴失言，世子妃恕罪。相公，你真的决定回京城吗？京城权贵云集，国公府恐怕也是暗流涌动。当年陷害你母亲的凶手，说不定还在府里呢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必须回去。生母之仇不能不报，更何况秋回在即，我要堂堂正正的考取功名，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只是要委屈娘子陪我入那龙潭虎穴了。切，谁怕谁啊？我陆小果可不是吃素的。大掌柜，我和相公要进京赶考了。这药膳坊，我想托付给您和百味楼的东家共同打理，利润我们3家平分，如何？陆姑娘，哦不，沈夫人放心，老朽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定会把药膳坊的招牌保住。不好，是山匪劫道，保护世子和世子妃。相公，你待在车里别动。救命！保护夫人！光天化日也敢作恶！多谢这位小娘子救命之恩。小娘子到了京城，若遇到难处，可拿着这块牌子来长公主府找我。长公主，那可是当今皇上的亲妹妹。
像，太像了，跟我年轻时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我的儿啊，终于找到你了。父亲，好，回来就好。这位便是你信中提到的对你有救命之恩的媳妇吧？好孩子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儿媳见过父亲。哎呦，世子可算回来了，真是老天保佑啊！见过母亲。这小畜生不仅没死，还考中了暗手，绝对不能留。世子一路舟车劳顿，快进去歇息吧。过2日，母亲办个家宴，把京城的名门闺秀都请来，好好给你们接风洗尘。哎呦，这就是世子妃吧？听说世子妃是在乡下长大的，不知可曾喝过这直品的雨咸龙井？这茶啊，要用清晨的露水泡才最香呢。好茶自然要配好水，不过我观这位小姐面色微黄，唇色发暗，显然是脾胃虚寒。这雨前龙井性凉，小姐若是再喝下去，怕是今晚又要腹痛难忍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最近每晚腹痛？略通医理罢了。什么？主厨把给国公爷准备的主菜烧糊了？母亲可是遇到了难处，儿媳在乡下时曾学过几道药膳。若母亲信得过，这道主菜不如由儿提来做。那便交由你来做。一个村姑能做出什么好东西？正好把搞造家宴的罪名推给她。此菜明名为百鸟朝凤，不仅味道鲜美，更能补气安神，正适合父亲和诸位夫人享用。好一道百鸟朝凤，比宫里御膳房做的还要美味100倍。我儿媳不仅蕙质兰心，这手艺更是天下无双。掌柜的，本公子大老远跑来，你竟说没位置了，真是一桌都没了吗？我出双倍银子。哎呦，魏爷，真不是银子的事儿。咱们御膳阁的雅座由长公主和国公爷发话，那是按规矩排号的，如今已经排到3个月后了。您就是出10倍银子，小人也不敢坏了规矩啊。长公主，这是我特意为您熬制的灵芝养颜羹，用了极品灵芝和独家秘方，您尝尝。萧国啊，你这手艺，便是我皇兄宫里的御厨也比不上。这羹汤喝下去，本宫觉得整个人都轻快了10岁不止。长公主谬赞了，您若是喜欢，以后每日我都让人给您送到府上去。那感情好，本宫可就不跟你客气了。你这御膳阁以后在这京城里，本宫罩着，谁敢来找你的晦气，便是跟本宫过不去。连城，考场内好设狭窄，你这几日千万要注意身子。至于文集，尽力便好。
莫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娘子，放心。好一个以工代赈，好一个利国利民的救灾策！此子不仅文采斐然，更是胸有沟壑，字字句句皆是治国良方。主考官，此卷是何人所作？回皇上，此乃镇国公府世子沈连城。镇国公的好儿子啊！哈哈哈，当赏！捷报！恭喜镇国公府世子高中京兆府秋闱第1名，解元！中了，连城，你中了第1名。小果，我做到了。我说过，我要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相公已经考取功名，接下来该揭露20年前的真相了。父亲，请您过目。这些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这段时日，我和连城利用御膳阁的情报网，暗中查访了当年母亲身边救人的去向，顺藤摸瓜，最终在柳氏娘家哥哥的京郊别院密室里，搜出了这些铁证。当年正是柳氏勾结外贼，泄露了您的行军路线，趁乱谋害了我母亲，还买通杀手，企图将尚在襁褓中的我赶尽杀绝。父亲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您还要包庇他吗？来人，把那毒妇给我押过来！老爷，妾身犯了什么错？毒妇，你自己看，你当年干的好事，如今全都败露了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老爷，这是有人蓄意陷害妾身，是沈连城，是他要害我。陷害？当年你买通的那个稳婆，如今就藏在御膳阁的地窖里，要不要我把她提来跟你当面对质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凭什么她一进门就是高高在上的国公夫人，我却只能做个记事？凭什么？毒妇，我镇国公府容不下你这等蛇蝎心肠之人。管家，将这毒妇连同这些罪证一并扭送宗人府。柳氏一族，我必将上奏皇上，追究到底。皇上，太后娘娘又晕过去了。朕养你们这群太医院的废物有何用？太后若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通通给哀家陪葬！皇上息怒，太后娘娘年事已高，又因这百年不遇的苦夏引发了旧疾，如今娘娘水米不进，药食无医，臣等实在是束手无策呀！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皇兄，臣妹有一人举荐，定能救母后性命。皇妹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连太医院都束手无策，还能有谁？镇国公府世子妃陆小果，她的药膳有起死回生之效，臣妹的苦夏之症便是她治好的，皇兄不妨一试。长公主殿下，太后千金之躯，怎能让一个乡野村妇来治？那民间偏方若是吃坏了凤体，谁担待得起？我担待得起。民妇陆小果叩见皇上，民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若治不好太后，甘愿领死。你若真能救回太后，朕重重有赏。
若救不回，休怪病无情。民妇遵旨。好香的味道。母后，您听得到儿臣说话吗？哀家觉得胸口不闷了。母亲，您终于醒了。这汤甚是美味，哀家竟觉得饿了。皇帝，扶哀家下地走走，哀家这身子骨像是轻快了10岁不止。好，陆氏，你这哪里是做战扇，你简直是华佗在世，真乃神医国手啊！皇上过誉了，太后娘娘洪福齐天。民妇不过是尽了绵薄之力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国公府世子妃陆氏，绘制兰心，医术通神，就治太后有功，特册封为安国夫人，享受正一品诰命待遇，赏黄金万两，良田千顷，钦此。臣妇领旨，谢主隆恩。那是安国夫人，臣女拜见安国夫人。以前是臣女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夫人，求夫人大人有大量，饶恕臣女。诸位小姐，快请起吧。我这人脾气直，往后这京城里的路还长，还望各位谨言慎行，莫要再以貌取人了。是，臣女谨记夫人教诲。沈连城，若遇百年大旱，国库空虚，你当如何治国平天下？回皇上，微臣以为治国当以民为本，对内轻徭薄赋，开垦荒地，推广抗旱新粮；对外通商互市，充盈国库。微臣愿效犬马之劳，为陛下开创一个海晏河清的盛世。好一个海晏河清！朕今日便钦点你为新科状元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微臣叩谢皇恩。且慢，镇国公顾渊一生戎马，精忠报国。你本是顾家嫡子，流落民间多年，受尽苦楚。今日朕便为你证明，特赐你恢复镇国公府本姓顾，名字依旧叫连城。顾连城，朕等着看你的盛世。微臣顾连城定不负陛下厚望，不负顾家门楣。恭喜，百年好合！小果，你真美。连城，其实我一直有个秘密，关于那些极品药材，还有……嘘，小果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你无需多说。你知道？我知道你有着常人没有的神仙手段，但那些都不重要，你可以有你的秘密。无论你是谁，你只是我的妻子，是我顾连城要用一生去守护的女人。生生世世，绝不负你。